And here we go. 10. Hydrogen burn-off igniters initiate. 7, 6, 5. 4-stage engine start. 3, 2, 1. Boosters in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Artemis 1. We rise together back to the moon and beyond. 最近 NASA 的阿尔忒弥斯计划频繁占据热搜。表面上，人类是要重返月球，开采资源，甚至建立火星中转站。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沉寂了50年后，人类突然急着要回那个死寂的荒漠？如果我告诉你，挂在我们头顶的月球其实是一个空心的金属球，你会觉得我疯了吗？先别急着划走。1969年11月 NASA 的阿波罗12号曾经把登月舱狠狠砸向月球表面，结果让控制室的所有科学家头皮发麻。月球并没有像石头一样发出闷响，而是像一口巨大的钟，足足震荡了55分钟。什么样的天体是空心的？什么样的星球穿着一层钛合金的装甲？又是谁把它精确地停泊在了那里？今晚我们不聊阴谋论，我们只聊那些写在 NASA 任务日志里却被教科书刻意删除的数据。欢迎来到基点维度第2季，我是你的观察员。现在请把门关上，拉紧窗帘。我们要开始对这颗星球进行一次深层的系统审计。把时间拨回到1969年11月20日，阿波罗12号的2位宇航员刚刚完成了他们的月面行走任务，回到了指令舱。为了给后续的阿波罗任务铺路， NASA 的地质学家们迫切需要知道月球内部到底是什么结构，是像地球一样拥有熔融的地幔和液态的地核，还是像一块巨大的花岗岩那样彻底冷透了？探测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粗暴，人工地震。NASA 决定把阿波罗12号那个重达 2.5 吨的废弃登月舱无畏号当成一颗炮弹，以每小时6000公里的速度狠狠地砸向月球表面。在距离撞击点70多公里的地方，宇航员们提前安放了一台高灵敏度的被动地震实验仪。休斯顿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们手里端着咖啡，盯着记录纸，等待着撞击的发生。按照地球物理学的常识，如果你往一片沙地或者一块大石头上扔一颗炸弹，地震波会怎么走？它会砰的一声产生一个巨大的震动峰值，然后能量会被岩石和土壤迅速吸收，震动会在1-2分钟内迅速衰减消失。这叫阻尼效应。地球就是个很好的阻尼器，因为它内部是实心的，而且含有水分。但在1969年的那一刻，休斯顿的空气凝固了，无畏号撞上去了，但是地震仪上的波形并没有衰减，那个震动信号开始增强，然后维持在一个高强度的水平，一直震一直震。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科学家们开始检查仪器是不是坏了，是不是信号卡住了？不，仪器没坏。震动持续了整整55分钟，将近1个小时。当时的 NASA 首席科学家莫里斯·尤因 Maurice Ewing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后来的一份解密录音中，另一位科学家肯·强森 Ken Johnson 用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比喻来形容当时的场面。 The moon rang like a bell， 月球像一口钟一样响了起来。请大家暂停一下，用你们理性的大脑思考一下这句话的物理含义。什么样的东西被撞击后会震荡1个小时？如果你踢一块实心的大石头，脚会疼，石头会闷响一声，然后就没了。只有当你踢到一个空心的硬壳的金属容器时，震动波才会在其表面和内部结构之间来回反射，久久不散。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1年后，1970年，阿波罗13号，没错，就是那个以此拍过电影的成功的失败。虽然没有登月，但他扔下的第3级火箭 SIVB 更重，大约14吨。这一次的撞击产生的月震相当于里氏11级 TNT 爆炸。你们猜猜这次它响了多久？3小时20分钟。震波深度甚至穿透到了月球核心，也就是震到了月球的背面。如果月球是一个像地球一样有地壳、地幔、地核分层的天然星球，这种震动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液态或半熔融的地幔会瞬间吸收掉这些能量。这种长达3小时的震荡只能说明一件事：月球内部没有像地球那样粘稠的岩浆层，甚至它内部可能没有任何东西来吸收震动。它不仅是硬的，它可能是空的。但这怎么可能？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一个天然形成的天体在几十亿年的引力坍缩下，物质一定会向中心聚集，形成一个致密的核心。空心星球在自然界中是不允许存在的，那违背了物理法则。除非它不是自然形成的，除非那个45亿年来一直悬在那里的东西，本质上是一个拥有超高强度外壳的巨大空间站。而如果它是空的，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把它的内脏掏空了？又是为了在里面装进什么东西？既然月球是空心的，那为什么它没有碎？在过去的40多亿年里，月球就像地球的挡箭牌，替我们挡下了无数次致命的陨石轰炸。按照物理学常识，如果一个月饼盒是空的，你一拳打上去，它就该瘪了，甚至穿了。但月球没有，它不仅没碎，而且硬得让人怀疑人生。这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深度悖论。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加加林环形山直径300公里，根据牛顿的动能公式，要砸出这么大开口的坑。这颗陨石的冲击力足以钻入地下几十公里，甚至把月球砸个对穿。但在激光测距仪的扫描下，这个坑的深度只有6公里，这太浅了，浅的荒谬。这就好比你全力投掷一颗保龄球，砸向一片松软的沙滩。按理说保龄球应该陷进去很深，但它却只是在表面砸出了一个浅浅的印子，然后反弹了。这只有一种解释，沙子下面埋着一块钢板。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异常，装甲外壳。月球表面那层厚厚的尘埃，我们称之为月壤，其实只是它的迷彩服。在月壤之下大约20英里的深度，有一层坚不可摧的内壳。正是这层壳挡住了几十亿年来所有的狂轰滥炸，哪怕是最剧烈的撞击，也只能把表层的衣服撕烂，却无法伤及它的肉体分毫。那么这层壳是用什么做的？肯定不是石头。阿波罗任务带回的样本分析显示，月球表面含有令人费解的高纯度钛金属，有些月海岩石中的钛含量比地球上最富的钛矿石还要高出10倍。钛 Titanium 在地球上，这是制造超音速战机、深海潜艇和航天器的核心材料。它硬度极高，耐高温，耐腐蚀。更令人费解的是，科学家在这些样本中检测到了铀236和氖237的痕迹。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中，这2种同位素极其罕见，我们通常只能在核反应堆的废料桶里见到它们。虽然主流科学界解释说，这是因为月球表面长期暴露在猛烈的太阳风轰击下，引发了特殊的核反应，但这依然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视觉联想。为什么这颗天然卫星的表面会呈现出一种酷似核灾难现场才有的同位素特质？它那一层富含钛、铀、氖的表壳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辐射洗礼？这不禁让人怀疑，我们看到的不是天然的地壳，而是一层历经战火、充满辐射残留的复合金属装甲。如果我们假设月球是一艘人造飞船，那么这层钛合金装甲是为了保护什么？1968年，就在阿波罗登月的前一年，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的导航员 Shogren 遇到了一个让他夜不能寐的幽灵。当时 NASA 发射了一系列月球轨道器去探路，但这些卫星表现得像喝醉了一样。每当卫星飞过月球正面的那些巨大的海，比如雨海 Mare Imbrium 上方时，卫星的高度就会突然莫名其妙的下降，速度激增，就像下面有一只看不见的鬼手狠狠地把它拽了一把。这种重力异常现象后来被称为 Maskens 质量流，这意味着在月球平坦的表面之下埋藏着某些密度极高、质量极大的物体。它们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像某种阵列一样，精准地分布在月球的正面。如果月球是熔岩冷却形成的，内部密度应该是均匀的，
这种点状的高密度分布在自然演化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工程学上，我们对这种结构非常熟悉。这就是动平衡。当你制造一个巨大的空心的旋转物体时，为了防止它在旋转中因为重心不稳而解体，你必须在特定的位置安装配重块。1970年正值冷战巅峰，两位苏联科学院的顶尖物理学家米哈伊尔·瓦西恩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发表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充满了挑衅意味：月球是外星智慧的创造物吗？苏联人抛出了一个极其暴力的比喻，月球是一艘古老的宇宙潜水艇，它内部被掏空了，为了支撑这层外壳不塌陷，工程师们在内部建立巨大的金属骨架。这就是为什么卫星飞过时会被拽下去，因为底下埋的不是石头，是亿万吨重的金属梁。这艘飞船经历过星际战争，或者穿越过充满小行星的危险地带。那些所谓的月海，其实是外壳受损后维修者从内部灌注出来的补丁。它看起来像个天体，其实是个掩体。如果说金属外壳和骨架证明了它是一艘船，那么接下来的证据证明这艘船的引擎还没熄火。1971年3月7日，阿波罗14号留下的 SIDE 探测器捕捉到了月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在这个被认为是真空、干燥、死寂的星球表面，仪器突然侦测到了一股巨大的水蒸气云，不是一缕，而是一团覆盖了100平方英里的巨大云层，喷发持续了整整14个小时。当时的 NASA 科学家弗里曼博士震惊地说，月球还在震荡，这太令人兴奋了。但我看到的不是兴奋，是恐惧。月球表面没有水，没有大气，这股水蒸气只能来自内部。如果你在沙漠里看到一辆废弃了100年的坦克，突然排气管冒出了一股白烟，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冷却系统还在工作，说明它的维生系统可能还在循环。也许这艘古老的飞船并没有彻底报废，它只是在待机。而那天它的某个阀门松动了，那是它在漫长休眠中发出的一声沉重的呼吸。人类是幸运的，我们是全宇宙中唯一能看到完美日全食的物种。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在天文学家眼里，这不叫美，这叫恐怖。让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好巧不巧也刚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正是因为这两个惊人的400，导致在地球的视角里，月球和太阳的大小看起来完全一样。多1分，月球就会挡住日冕；少1分，太阳就会露出来刺瞎我们的眼睛。它必须严丝合缝，一点不差。著名科幻作家、生化教授艾萨克·阿西莫夫曾经被这个数据折磨得抓狂。他说，从天文学的概率来说，月球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在宇宙混乱的撞击和演化中，这种精度相当于什么？想象一下，你站在一条车流不息的高速公路上，你随手往身后扔了一枚硬币，这枚硬币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竖立了起来。这还不够，他还以此姿态跟在一辆时速200公里的法拉利后面，保持着绝对静止的距离，滚了1000公里，没有倒下，也没有掉队。这就是月球轨道的真相。如果这不是神机，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枚硬币是被人放那儿的。还有更诡异的，在太阳系里，几乎所有的天然卫星，不管是木星的还是土星的，它们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因为这是引力捕获的自然结果。但月球不一样，它的轨道是圆形的，它的圆度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人造卫星。如果你是一个星际工程师，你想把一个空间站长期停泊在地球旁边，你会怎么设计它的轨道？为了省油，为了稳定，你会选择圆形轨道；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你会利用潮汐锁定锁死它的自转。这样一来，它就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而你那些不想被看见的巨型设施就可以大胆地藏在背面。接着你会输入那个精确到小数点的400倍参数，
让它能严丝合缝地遮住太阳。这到底是为了某种古老的仪式，还是为了进行某种周期性的光学校准？月球全中了。它不是被捕获的野兽，它是被泊入车位的轿车。如果说正面的完美是为了掩饰，那么背面呢？月球就像一个守门员，永远用身体挡住地球的视线。在人类发射探测器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月球背面长什么样。即使到了今天，当飞船绕行到月球背面时，由于巨大的球体阻挡，所有的无线电信号都会被切断。那里是绝对的死寂，或者说本该是死寂的。1969年5月，阿波罗10号，那是登月的最后一次彩排。当飞船进入月球背面的无线电盲区时，宇航员的耳机里并没有安静下来，相反，他们听到了一种声音，一段奇怪的，甚至带有某种悦耳旋律的太空音乐。录音带记录下了那一刻的惊慌。你听到了吗？那个口哨声听起来像是外太空音乐，这真见鬼，太诡异了。这种声音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直到飞船重新绕回正面，重新接收到位于休斯顿的信号，那声音才消失。NASA 后来解释说那是无线电频率干扰，但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此刻正漂浮在几万米深的深海海底，周围是绝对的黑暗，绝对的死寂，方圆几十万公里内确认只有你一个人。突然你的耳机里传来了一阵口哨声，这时候你会相信那是设备的电流声吗？还是说你会本能地意识到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除了你还有东西在呼吸？但这所有的怀疑、空心、人造轨道、怪音，在最后这个证据面前都只是前菜。真正给自然形成说判死刑的是时间。关于月球的起源，科学界曾经争吵了很久，归根结底不外乎3种猜测，要么是同源说她是地球的亲姐妹，要么是分裂说她是地球生出来的亲女儿，或者是捕获说她是半路捡来的养女。但这3个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月球的年龄应该小于或者至多等于地球。毕竟如果是撞击产生的碎片，它不可能比母体还老。地球的年龄是 45.4 亿年，太阳系的年龄是46亿年，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凡是在这个星系诞生的都不该超过这个数字。然而在阿波罗12号的样本分析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年龄倒挂。月球岩石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但包裹着这些岩石的月球土壤，根据假压定年法，竟然测出了53亿年，甚至70亿年的数据。当然，主流科学界立刻给出了解释，他们说这叫亚过剩，他们认为这是太阳风把多余的亚原子吹进了月球土壤里，弄乱了计时器，所以数据是不准的。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它无法解释一个更诡异的现象，如果这只是太阳风的随机干扰，为什么这些异常的古老土壤成分和它底下的岩石完全不同？真正的化学分析显示，月球土壤并不是由底下的岩石风化而来的，它们更像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然后均匀铺在表面的一层锡因涂层。这些土壤比岩石老，比地球老，甚至比太阳系还要老。这直接摧毁了所有既有的月球起源理论。被称为月球化学之父的哈罗德·尤里曾无奈地承认，解释月球不存在比解释它存在更容易。如果它的土壤比太阳系还老，那它就不可能是在这里诞生的。它是一个幸存者，它在宇宙中流浪了漫长的岁月，穿越了无数个星系，身上沾满了早在太阳诞生前就存在的星辰。直到某一天，它开启了引擎，减速，调整姿态，以一个完美的圆形轨道泊入到了地球旁边。它不是我们的家人，它是一个远道而来古老的观察者。而 NASA 给这个访客准备的见面礼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阿尔忒弥斯在神话中既是月亮女神，也是狩猎女神。当 NASA 的钻头在50年后再次深入月表时，这一次谁是猎人，谁又是猎物？我们触碰到的会是冰冷的岩石，还是某种沉睡了亿万年的金属回响？在排除了神话的迷雾之后，
我们面前只剩下2块属于现代科学的拼图，但正是这2块拼图拼凑出了一个比任何传说都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工程学真相。如果说之前的震动和回声只证明了它是空的，那么接下来的发现则暴露了它的健康状况。它可能不仅仅是一艘飞船，更可怕的是，它可能至今并没有完全死透。2020年，夏威夷大学的行星科学家李帅在分析印度月船1号的数据时，发现了一个让化学界炸锅的现象。他在月球的高纬度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赤铁矿 hematite。通俗点说，月球生锈了。要知道，生成铁锈需要2个绝对条件：氧气和液态水。月球表面是高度还原的真空环境，没有氧，更没有水。那些铁应该保持纯金属状态，绝不可能氧化成红色的锈迹，除非这些氧气和水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座据说封闭了3000年的埃及古墓，却发现法老的金冠上长满了新鲜湿润的青苔，这只能说明古墓的墙壁后面埋着一根正在漏水的活性水管。月球的生锈直接暗示了在其坚硬的钛合金外壳之下，那个巨大的内部空间里依然维持着某种富含氧气和水分的环境循环系统。而这极有可能就是 NASA 为什么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要急着启动阿尔忒弥斯计划重返月球的原因。他们名义上是去开采冰层，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场针对老化系统的紧急维修。他们必须在那个巨大的引擎彻底停摆或者彻底失控之前，亲自上去看一眼。如果他还在呼吸，那他还在工作吗？如果他还在工作，那他在执行什么任务？答案藏在地球的自转轴里。1993年，法国天文学家雅克拉斯卡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计算，他想知道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结果是毁灭性的。如果没有月球这个巨大的挂件，地球的自转轴将处于极度不稳定的混沌状态，地轴倾角会在0度到85度之间疯狂摆动，这意味着地球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四季。这一秒还是热带雨林，下一秒地轴翻转，直接变成零下100度的极地冻土。在这种狂暴的离心力搅拌下，复杂的生命根本无法诞生。地球本该是一个死寂的混沌地狱，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月球来了。它巨大的引力像一只铁钳，死死卡住了地球的腰部，充当了一个巨型陀螺仪。它强行把地球的晃动锁死在了 23.5 度。这个角度让地球有了温和的四季，有了洋流，有了孕育文明的温室环境。这听起来像是大自然的恩赐，对吗？但在工程师眼里，这不叫恩赐，这叫搭建实验室环境。为了让培养皿里的菌落，也就是我们能顺利繁殖，必须安装一个恒温器和稳定器。为了保护这个脆弱的培养皿，它甚至充当了盾牌。如果你绕到月球背面，你会看到这辈子最惨烈的景象，那里布满了成千上万个深不见底的陨石坑，密度远高于正面。在过去的40亿年里，这个巨大的金属球体用它的身体拦截了无数个本该撞向地球的毁灭级小行星。如果没有它，地球上的生命早就被格式化了几百次。它锁住了温度，挡住了攻击，搅拌了海洋。它精心呵护着地球，但这真的是出于爱吗？还是出于资产保护？这就解释了最后那个诡异的现象 PLP 月球瞬变现象。自1963年以来，天文学家在阿里斯塔克陨石坑记录了超过500次的异常红光闪烁。光谱分析甚至在其中发现了氡222，一种放射性气体的能量释放。你见过废弃了1亿年的石头自己发光吗？不，那是信号灯，那是这艘停泊在轨道上的巨型空间站依然在运作的证明。仔细想想，月球对地球做了什么？它不仅是一个稳定器，也是一只眼睛。它被设计成潮汐锁定，永远只用一面对着我们。这意味着它背面的所有机械结构，所有进出港口，我们永远看不见。而它正面的这一侧，就像一个巨大的单向玻璃，时刻盯着我们。每当那个红灯亮起，也许意味着它正在把地球这个培养皿里的最新数据上传给那个把月球推到这里来的高级文明。把所有的拼图拼起来吧。
那个敲起来像钟的声音，证明它是空心的。那层打不穿的钛合金马甲，那是它的装甲。那个修正旋转的重力流，也许是它的引擎。那个不可能的日式巧合，是为了精确定位。那块比太阳系还老的石头，暴露了它的来历。那个正在渗漏的氧化锈迹，显示了它的老化。还有那个强行锁死地轴的引力，那是它作为实验室稳定器的铁证。这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它不是地球的伴侣，也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一艘方舟，一个引擎，还是一只看着培养皿的眼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晚当你再次抬头看向那轮明月时，请不要把它当作一首诗，把它当作一个正在运行的系统组件。它在看着你，也许它正在等待下一条指令，重启。月球这道锁也许只是这个巨大牢笼的第一层。如果月球是锁住环境的物理锁，那么藏在我们体内锁死我们寿命与潜能的，又是谁写下的生物锁？ S2 地球重置档案，系统审计才刚刚开始。真相往往比谎言更让人恐惧，但我们选择直视恐惧。我是基点维度，请按赞、订阅、评论、转发并开启小铃铛。这不仅是一个按钮，这是你在这个混乱的信号流中保持观察者身份的唯一方式。我们下集见。